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从农村女配到夺冠，不认输的赵丽颖好可爱。赵丽颖最近每次露面都好看吗？淡紫色的精致布裙，微卷的长发，五官的亮点也格外的绚丽动人，华美不减，质感更接地气。这次小赵穿的是上品和贝卡，一套比第一款走秀更可爱。万一你在特定的一秒不适合工作环境，感情不顺，脾气暴躁，不妨看看赵丽颖的发展历程。假设不同影视剧中的小角色需要10年的酱油才能介绍他的真正冠军。当一件作品广为人知时，他会不断受到考验。他需要逼迫自己有高颜值和演技，集结各种角色。正是这种无情，让他在站到了最前沿后，现在还不能出局，他会一直保持着名气。流行，从一开始就被人嘲笑，到身穿各种高级时装搭配大牌支持，35岁的她既有小姐姐的俏皮气质，又不失大小姐的气质。点，地方性只是缺乏大场景的参与。她看过的舞台够大，遇到的戏也够多，赵丽颖一般都能培养出自己的大方气质。爱情可能会失去，婚姻也可能会被孤立，只是你所尝试的职业是年轻女士公开生活的确定性。在赵丽颖身上，越努力越幸运，这是一个相似的事实。02，给予的材料是否可以额外进行惩戒？赵丽颖被困升职。近日，四川甘孜州泸定地区发生6.8级地震，这一事件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同时，众多媒体表演者也纷纷慷慨捐赠现金和物资，赵丽颖就是其中之一。这次四川地震的赵丽颖又站出来了，她出来给材料。不管怎样，很多网友都说这种基金会是一种宣传，甚至有人直截了当的在网络上对赵丽颖进行了喷水，称她赠送的材料是一种宣传，没有任何效力。赵丽颖很快陷入了晋升风波，奇妙的体贴让某某靠近了某个人。四川地震发生后，赵丽颖本人在队内录音，随后她及时在微博上提出请愿，为灾区喝彩。显然，她并没有提到礼物和材料，一些别有用心的网友开始对赵丽颖发火。当权威之前在上发表感谢赵丽颖提供材料的时候，这大批黑粉走近了，并谈到了赵丽颖的升迁。网络恶毒出现在我面前，提供的材料同样可以受到谴责。经理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可以看到，权威呼唤赵丽颖对赵丽颖的崇拜，赵丽颖给四川的物资馈赠一时火热，但这样的感恩之事并没有被所有人察觉。材料可以告诫，我对赵丽颖一时感到沮丧。我可以说控制台战斗机已经结束了。游戏机冠军如何帮助地震灾区？经理首先要说的是，赵丽颖自己的微博并没有发关于给料的感悟，工作室也没有发。出于什么原因将其视为促销活动？还有，不管是宣传，我都接受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宣传。总而言之，个人在做有益的事情，做有益的事情，他们在用活动说话。如此平静的伟业，不应该被忽视，也不应该被辜负。万一主机玩家认为礼物都是宣传，那我们为什么不邀请这样的宣传呢？看完赵丽颖给四川送资料的见闻，再看网友们的评论，经理沉默了好一阵子，因为肯定有不少骂声。坦白说，赵丽颖一直默默无闻。凡是有挑战的地方，赵丽颖一般都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管有没有人质疑，赵丽颖的风度都没有消失过。赵丽颖专注打基础这么久，我自从她的介绍，每次她都放松的时候，也许是在这种平静下，赵丽颖不断的被称呼和宣传，她普遍经历了一些网络恶毒。校对者看了之后觉得格外的爽，真的是多余的。值得庆幸的是，不用费心去宣传，管教他的人应该问问自己。无论是送礼还是送礼，
赵丽颖本人一直在不断的弯腰，从草根到如今的她，一路踉踉跄跄。事实上，她遭遇了很多，她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与晋升无关。她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解释来承担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滥用。质疑她晋升的同伴迅速停止，与活动交谈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如果不捐，可能会被指责无情；如果捐了，可能会被指责炒作。不要无端指责和谩骂，也不要质疑是不是炒作里。与少数用键盘交流的人相比，赵丽颖至少做到了实事求是，这几乎足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03，沉香落幕，程毅在长沙录制《你好星期六》卖全新剧，比历史长袍还高。2022年，袄仙故事剧《沉香如屑》沉香重华即将收官。虽然大佬们已经提前开启了 VIP 一流的大结局，但他们对陈翔夫妇的爱慕已经不复存在。渐行渐远，反倒是看到其实真诚轻松的演员和剧中人物的大评价甚至更高。应远借助程毅饰演，在沉香重华的大结局中，为了留住不寻常的人类小爱，照顾大爱，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号召力，永远守护着3个世界。严丹借助杨紫表演，为了保护心爱的人而殴打自己。韩莲的心脏冒着生命危险跟随，而在最后，他们2个人身上都有一丝元神，一起缠绕在一起，飘入沉香香炉中。原本以为变成糖果之恋的网友们，现金充裕，准备狼吞虎咽，谁知以期复制自己亲友圈子的义气，小号而让感情崇高。编剧干脆选择牺牲了大家心中的 CP， 留下了这个不安的结局。幸运的是，9月7日仍有可能解锁独特的一集。可以想象，应远和严丹会在几年后重新出现。让我们一起将莲花灯笼放在凡间，过上幸福的生活吧。随着陈翔大结局的公布，目标市场对在剧中扮演3角位置的程毅有些后遗症。前几天在北京扫地出门的程毅可能会很受欢迎，工人们都在喝茶喳喳宣夜，还在办公楼里打出别执着做我老公的常规航标。程毅慌了。9月5日，程毅一袭黑衣低调地出现在地铁站，从横店前往长沙参加湖南卫视著名节目《你好星期六》的录制。长沙堪称最适合追星的都市，机场站定期接待热情的恋人接送。同样，在程毅出现在长沙南站之后，站内人潮涌动，奇异果也热情高涨，有的甚至远远地跑到这里来看看自己的偶像。程毅这次来长沙是为了推销全新剧《底线》，一部由刘国同执导、靳东、程毅、蔡文静主演的现代重案剧。底线特别讲述了新一代内部监管指引下的人类坚持在司法道路上成长的故事，诠释了人类法官的事业，坚守正义、道德的最低线和人性。走出历史傀儡圈的程毅首次出演真人剧，赌上新人的位置选择周以安，靳东演出庭的师徒夫妻选择方圆，而叶欣在蔡文静的帮助下表演从最高法院研究室跳伞。女干部除了古装演员外，王劲松、冯嘉译都将扮演关键角色，阵容强大。我正在寻找。来这里记录节目的程毅穿着闪亮的黄色衬衫、白色打底衫和黑色铅笔裤，似乎在数码相机内。他的坦率和可爱是他的第一印象。程毅可能非常适合强烈的色彩系列，紫色出现在很多电视剧中，通常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他一生都穿着蓝色的衣服，温和的蓝色毛衣和天蓝色的搭配都可以复制他的时尚气质。今天闪亮的黄色程毅显得干净自然，一头干净的头发显得十分乖巧，与剧中霸道邪恶的玄烨截然不同。我仍然接受我考虑到2020年琉璃爆红后，程毅参与快书，让目标市场看到了一个爱编个人歌词被拿来嘲笑的程毅。2021年歌语王热播，程毅啃着西瓜回复《西游记》妖精名号，借助后门投稿人被疯抢，这段记忆至今难忘。
不知道当我再次出现在范围显示时，它会给目标市场带来什么惊喜？在诚意的古装里，你看哪一个更可爱呢？欢迎留言。